在打攀爬钉时，却意外听到诡异的声音跟随着回应，感觉有点好玩的，他还想继续，不料下一秒。 看到是风神翼龙回来后，他迅速提醒深土巢穴的队友，但为时已晚。翼龙回到家，看到卢比博士拿着他的蛋后，二话不说就朝着两人大打出手。没有佩戴武器的博士只好躲避翼龙的攻击。如果被他一口咬下去，那不得一命呜呼！好在寡姐仗义，及时分散翼龙的注意。就这样，翼龙便追着他疯狂乱咬。可寡姐也不是吃素了，她竟利用地理优势，朝着翼龙的嘴巴就是踢上两脚。黑哥更是在外面用锤子丢进去，好巧不巧，刚好击中翼龙。他也是成功引起了翼龙的注意。翼龙从洞穴里面伸出长长的大嘴，吓得黑哥火速叫上面的队友把自己拉上去。邓肯听到求救的声音，立即到悬崖边缘查看究竟。看到是黑哥遇到危险，他迅速将马丁用力把黑哥拉上来，两人直接用九牛二虎之力拉扯绳索，这才险些躲过翼龙的致命一击。但翼龙不肯飞走，反而还追了上去。卢比博士见状，趁机把 DNA 给拿回来。可他们的绳索链接在一起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卢比博士也是被一同拉了出去 ，DNA 也随着掉落在地上。寡姐见状，想过去将其拉住，可不料下一秒。 好在寡姐及时定住身躯，卢比博士才有机会稳住平衡。但事情并未结束，绳索意外弹到收集器，简单转了几个圈圈后，成功掉了下去。不过好在落到卢比博士的身边，邓肯两人用力的拉扯，风神翼龙便在下面穷追不舍。难道黑哥真的可以活下来吗？不可能！当马丁两人还在卖力拉绳索时，风神翼龙却突然叼着黑哥爬了上来。邓肯看到这一幕，直接傻眼了。5人小队直接剩下4人。 在邓肯慌张的表情下，最终风神翼龙一口就把黑哥给活生生吃掉。吃完食物的他再次盯上了两人。马丁见状，迅速拿着存放 DNA 的盒子跑命。可风神翼龙怎么可能会被他轻易逃掉呢？那是不可能的，好吧？幸好邓肯发现了一个洞口，于是他立即带着马丁躲入里面。而此时的博士也是成功拿到了 DNA， 但绳索经过多次摩擦，已经快要断裂。在发射器弹飞的同时，绳索也随之断掉。看到这一幕的博士直接仰麻呆住了。最终在他慌张的挣扎下，也是成功掉下谷底。 我去，这导演也太好了吧！居然在下方安排个小水坑给他。不得不说，卢比博士命是真的硬。队友众人也下来找他会合，看到他没事，寡姐才松了一口气。而 DNA 也刚好降落在他身边，于是寡姐迅速将其收好。接下来的路程就是寻找船艇，准备回家了。但是想要回去，就必须前往曾经的那座研究基因的科研基地。同时，鲁本一家子也幸存了下来。随着一路漂流，他们也是提前来到那座研究基地。过了2个小时后，寡姐的小队也是紧追其后来到此处。邓肯拿着望远镜看到基地内部有直升机降落平台，说明他们只要进去启动电源，那么就可以呼叫救援过来把他们给接回去。寡姐突然在地上发现一方脚印，于是她立即起身大声呼喊，她觉得这些脚印可能是鲁本一家子的，而鲁本他们也在另一边呼喊寡姐众人。随着夜幕降临，寡姐众人也是来到基地门口，成功和鲁本一家子会合。小美却在找马丁那个家伙，并且放下狠话，一定要杀掉他。邓肯一脸懵逼的不知道他在说谁。直到马丁的出现，小美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。寡姐见状，立即试图阻止，马丁便让小美冷静一点。Stop me calling for help! You wanted me to die.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 I tried to catch you. No, you looked right at me and you let me fall. She's lying. 众人一直在纠缠不清，直到马丁说出会有直升机过来将他们接回去后，场面才缓缓安静下来，并且要求寡姐把箱子交给他管。就在这时，小女孩突然发现了诡异的一幕，她迅速叫所有人安静下来。不远处的森林传来了一些嘈杂的声音，并且还伴随着地动山摇。卢比博士想过去查看时，不料下一秒，经过这一声的呐吼，场面也是瞬间紧张起来。在众人懵逼的表情下，基地内部突然全部亮起了灯光。随后，邓肯后面突然飞来了一只杂交龙，紧接着还有第2只。众人见状，迅速跑进基地里面，殊不知里面还存在一头更恐怖的巨龙。当鲁本一家人跑进一个便利店后，杂交龙也跟了上来。小帅见状，火速将大门给关掉，寡姐只能躲在柱子后面，马丁便躲在车底。为了阻止杂交龙的袭击，鲁本上去和小帅顶住门口，小美则搬来东西代替他们，随后以最快的速度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没想到那只小三角龙也在这里，另一只杂交龙便盯上鲁比博士和邓肯。为了活命，他们躲进了一股研究室，顺手把门给锁上。正当两人刚喘一口气时，旁边的灯光突然亮了起来。对此，鲁比博士也很懵逼。没错，这个地方正是那些杂交龙的诞生之处。而此时的寡姐想趁机逃走，不料到刚好被杂交龙回头撞见。
寡姐看他一枪都打不中，想把枪抢过来时，杂交龙突然叼着箱子把马丁给带了出去。在寡姐懵逼的表情下，马丁也是被活生生摔到另一边。好在杂交龙看不上他，反而盯上了在便利店里面的鲁本一家子。可此时的小女孩竟还想着和小三角龙玩，殊不知杂交龙已经从天花板上面伸出头颅，紧接着成功从上面下来。强大的动静引起小女孩的注意，看到时杂交龙下来后，女孩决定躲入冰箱里。不料到关门的声音瞬间引起杂交龙的注意，随后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来到冰箱前，本以为女孩会被他发现，却没想到他居然看到镜子里面丑陋的自己，心里顿时有点好奇。鲁本见状，拿一块东西丢向不远处，制造出声音。杂交龙也是被吸引了过去，女孩则趁机从里面逃出来。当他要过去父亲那边时，不小心踢到了玻璃瓶，好在杂交龙没有发现到他。就这样，他们开始玩起了躲猫猫。明明鲁本一家子就在那里，可奈何杂交龙鼻子不灵敏，完全没发现。无意间，鲁本看到前面有一个下水道，当杂交龙过来时，他们早已从下面逃走了。更可在研究室里面发现一张地图，而里面有一条隧道是通往大海的。出口那里刚好有一艘船，突然什么声音引起他们的注意？定睛一看是直升机，于是邓肯让博士想办法让上面的人看到他们的位置，自己则去找寡姐众人。当邓肯前脚刚走，卢比博士后脚就听到一股奇怪的声音，他好奇地回头看去，突然有一只体型庞大的恐龙从面前走过，吓得他赶紧躲在建筑物后面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可能是那只变异恐龙了。飞行员驾着直升机在上面根本没看到一个人影，殊不知众人正在和杂交龙躲猫猫。马丁无意间看到了一把钥匙，于是他果断将其取下来。在寡姐懵逼的表情下，马丁成功把皮卡车启动。看到寡姐安全后，马丁也是直接一脚油门朝杂交龙撞过去。本以为他会和杂交龙大战一波，却不料到他竟抛弃队友独自离去。寡姐看到这一幕也是直接无语了。突然下水道下边传来声音，引起杂交龙的注意，他把铁盖打开，硬生生把身体全部挤下去。寡姐看到来一波滑铲，精准进入下水道里。卢比博士也是成功找到信号枪，将其发射出去。直升机上面的救援队看到后果断回头，殊不知就是这个举动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因为此时卢比博士的后面冒出了变异龙，可他并未知情，还大声呼喊邓肯快点。当他察觉到后面有东西后，扭头回去看时却什么都没发现，而此时的直升机就要来到他脸上。卢比博士高兴地举起双手大声呼喊，不料下一秒直升机竟直接被变异龙咬住，卢比博士直接被吓傻了。变异龙发现这玩意根本不好吃，随后便将其丢掉。直升机撞到地面的那一刻发生了猛烈的爆炸，邓肯刚好目睹了这一幕，没办法了，他只好寻找鲁本一家人，最后成功在一处下水道找到。卢比博士也慌张跑了过来，邓肯迅速让他躲进下水道，随后把自己看到的一切告诉众人。这个下水道的排水口正好通向大海，那里刚好有艘船，为了早点活着出去，于是众人立即起身寻找出口。而马丁也开着皮卡车来到了码头，寡姐在下水道和众人成功碰面。子弹刚打完，杂交龙也刚好倒下，接着他们火速朝着大海那个方向跑去，很快就跑到尽头。可不料到这里被一铁门锁住，开关却在20米处。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在小女孩身上，为了救大家，她竟主动跑了出去。随后来到开关处，突然她背包后面的小三角龙冒出头来，发出了吼叫，似乎是在提醒女孩有危险。那只巨大的变异龙居然闻着人类的气味跟随到这里，它的到来场面顿时变得无比安静。而那只杂交龙也要从上方挤入下水道，众人直接急眼了，全部慌慌张张的叫小女孩打开阀门。小女孩见状也是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最终才把阀门打开，铁门也随之升起。但变异龙就在他们的眼前，难道他们要完了吗？不可能！突然一道灯光出现，引起变异龙的注意，原来是马丁这个抛弃队友的家伙。没想到变异龙一脚就把皮卡车给踩成稀巴烂，众人见状也是趁机从里面逃了出去。那只杂交龙也从上方掉下来，邓肯把握好时间，让寡姐拉下阀门，最终成功把杂交龙锁在了里面。马丁便被变异龙给活生生吃掉，箱子也随着掉落。寡姐见状，迅速将其捡起来，随后迅速来到码头，这里正有条船，只不过被吊在半空。可此时的变异龙也追上来了。邓肯见状，拿起仙女棒引起他的注意力，他让寡姐众人先走，自己来吸引变异龙的注意。随后他跳入水中，变异龙也在后面追着他。没想到他临走时还让寡姐他们动作快点。很快，寡姐也是把船只放了下来，随后全部坐了进去。却没想到变异龙突然又追了上来，在变异龙要攻击的那一刻，他们成功启动船艇逃走了。众人为邓肯的死去默默流泪。正当寡姐伤心之际，突然一发信号弹从背后穿过，难道邓肯还活着吗？寡姐管不了那么多，直接打开电筒把船给掉头。他们也是成功发现邓肯。最终他们成功完成了任务，也逃离了那座圣于贝尔岛。至此全片结束。我是曲哥，欢迎你的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